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已经升上来了，不过还是偏低。今晚我们会持续观察她的情况，看她的血氧还会不会再提高。什么意思啊？一般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通常是在95%到100%之间。病人由于肺癌导致他的血氧饱和度低于90%，所以才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。那我女儿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只要她今晚恢复到95%以上，她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她缺氧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频密，你们尽量多陪在她身边。谢谢你，谢谢医生。安琪，放心，医生刚才说了，你没事，明天就可以回家了。安迪，我今晚能不能留下来陪安琪啊？你留下来干什么？你又不会照顾人。妈，就让正风留下来陪我吧。你回家休息。我都还没说你，要不是你刚才病发，你打算把我瞒到什么时候？我约你吃晚餐，本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的。医生说你都已经肺癌第3期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不行，明天你可以出院的话，马上跟我回家，我来照顾你。不用了，我可以照顾自己。你如果可以照顾自己，现在就不会躺在医院啦。总之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，明天跟我回家啊。那你的工作怎么办？你不用操心，我自己会打算。不要。你安琪啊，医生刚才说了，你一个人在家里面不安全。对不起，要不是我手上有那么多案子在身，不然我一定请假来照顾你。你也不希望我工作的时候还要担心你，对吗？回家，让弟来照顾你 ，OK？楠楠乖，妈咪先吃 cake。你看这个咖啡，哇哦！楠楠现在不能吃生哦。楠楠，好久不见了！哇，哎，他的样子好像长大了。哎呀，楠楠的奶奶呀，现在住在外面，每天省吃省喝吃泡面，而你们呢？哇，咖啡吃 cake。可以不要骚扰我们吗？我打电话给你，你不听，我只能这样。妹，不用跟他废话，我们继续吃。废话的是你，我在跟你妹聊天，请你不要插嘴，放尊重一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找你吗？我其实不想管你的家事，但是舒远是你的家婆了，你有需要对她这么绝情吗？我没有赶他走，是他自己要搬走的。你们两姐妹一唱一和，每天给了脸色看，换成是你们呢，你们住得下去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你们要卖掉房子，对吗？ So， 屋子是我妹的，她想怎样就怎样。是不是我妈的叫你来，叫我不要卖房子？我没有告诉他，他根本也不知道你卖房子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如果你坚持要把房子给卖掉，那我觉得至少你要分一半给舒远。你没有权要求我妹这么做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讲话？你是个外人呢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不一样也是外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唧唧歪歪的啊？算了，姐，不要跟他吵了，我们走吧。来，楠楠的身体很烫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真的很烫嘞！哎，我车在外面，我送你们去医院。嗯，赶紧赶紧。
什么会突然进医院？不知道，现在在做检查。不用担心，应该没什么事的。他怎么会突然发烧？是感冒还是吃错东西了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的？吃早餐的时候碰到他们。你不要骗我，你就是明明约他们出来谈我的事。我不是叫你不要管了吗？他们呢，要把你房子给卖掉，然后把楠楠带离开新加坡。医生，我的儿子情况怎么样？你们不用担心，宝宝情况稳定，现在在里面休息。过后我们把他转接给血液科，再做进一步检查。为什么要看血液科？我们发现到他有 ITP 的症状，也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。什么是 ITP？会很严重吗？这是一种免疫性失调的疾病，在小孩当中非常常见。现在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检查，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血小板数值下降，再根据宝宝的情况进行下一步治疗。那医生需要输血吗？男人是 A 型，我是 O 型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用我的血。血小板减少跟输不输血没有关联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医院有自己的血库。医生，楠楠爸爸小时候得过白血病，会不会跟这个病情有关系？这我不敢肯定，不过得白血病也是血小板减少的一个因素，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。你们不用着急，如果可以把孩子爸爸的医疗报告拿给我看，我会给你们更准确的意见。好，哎，我知道小山的报告放在哪里，我现在马上回去拿。不用，我姐等一下会去拿楠楠的东西，叫她拿就可以了。他都不知道小山的报告放哪里，你让妈回去。妈的，我说不用了，楠楠是我的儿子，他的事情我自己会负责。医生，我可以去看我儿子吗？ OK， 不过只能一个人，请过来。那个女人也太野蛮了，你也是为楠楠好啊，干嘛要那么激动，要跟你吵呢？想不到婉妮这么快就把我当成是外人，连家门都不让我进。是呀，你是他妈的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哎，他那么紧张不让你回家，会不会是家里面有什么秘密不想让你知道？你刚才说给医生的那份报告，是不是上次我们在收拾房间的时候看到的那份？是啊，干嘛这么问？小山小时候的医疗报告。那医生需要输血吗？男人是 A 型，我是 O 型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用我的血。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我在胡思乱想而已。饿了吧？我们去吃饭吧。来，走。Hello， 渣渣。Hello， 渣渣。你还记得姐姐吗？你看，我们买了很多好吃的给你。不要。没关系。这是给渣渣的。这个也是。渣渣为什么要绑鞋带？你要出去啊？妈咪要爸爸水。左边跟右边打一个结，拉紧，然后绕一个圈，拉紧，很简单的。佳佳看到吗？就这样子。来，佳佳自己试一下。不要。佳佳，你长大了，不可以什么东西都靠妈咪帮。你不只是要学会自己绑鞋带，也要学会自己穿衣服、自己刷牙，知道吗？渣渣不想学。来，妈咪说多一次给你看。不要。佳佳，不要。佳佳很简单的，来，乖。佳，不要闹了，妈咪快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佳佳，乖乖听妈咪的话。妈咪有事情，
必须离开佳佳很长的时间。如果佳佳不学会照顾自己，以后就没有人照顾佳佳了。妈咪去哪里？丫丫要去。妈咪要去天堂，佳佳不可以去。丫丫要去。佳佳可以，佳佳可以去。我是要等到佳佳长大的时候才可以。丫丫要跟妈咪去。这样佳佳就要乖乖听妈咪的话。去之前要先学会照顾自己，这样以后我们到了天堂，佳佳才可以照顾妈咪呀。来，跟妈咪一起绑鞋带，我们绑鞋带。佳佳不要急，哥哥教你 OK。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OK。我们先在这里打一个叉，然后把它拉紧，做一个兔子耳朵的形状，交叉，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拉紧，就这么简单。要不要试看看？哥哥帮你 OK。来，看啊，先把它打开，然后先打个叉，来，我们一起，然后你拉紧，试一下拉紧它。Yes。是很好，接下来我们绑一个兔子耳朵的形状，这样子。Yes， 可以的，很好，很好。好厉害，佳佳！很好，很好，太棒了，佳佳！佳佳的妈咪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骄傲的。佳佳，我们 try 另外一只。来，命运有时候真的是很捉弄人。雪莉要照顾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，还要赚钱养家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最后连享福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患癌症走。那接下来，佳佳会有什么安排啊？我已经向法庭申请撤销爱妃的执行人和监护人的权利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最后应该能让 SNTC 接管留给佳佳的遗产。往后如果佳佳需要到钱，疗养院的人就要联络 SNTC。他们会负责审核，确保佳佳的钱不会被其他人滥用。那原本要照顾佳佳的女人呢？警方那一边已经起诉她疏忽照顾儿童罪，我也准备以她没有尽到遗嘱执行人的责任，代表佳佳提出告诉，把她中饱私囊的钱给讨回来。雪莉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她最好的朋友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在诱惑面前，人性就是这么的脆弱。不管是多好的朋友，还是亲人，都可能会背叛自己，甚至插自己背后一刀。听你这么说，我都不敢轻易相信人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会相信你的。刚才看到你帮佳佳绑鞋带的样子，还挺迷人的。没想到你对小朋友这么有爱心。我一直以来都很有爱心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。你先别开心得太早，你现在还是试用期，说不定你以后会背叛我呢。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你。如果我背叛你的话，我过马路被车撞。不要乱说话，变秃头还差不多。秃头？喂，需要这样子揍我吗？好啦好啦，看在你有爱心的份上，就放过你。文浩呢？半小时前就出去了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在哪里呀？我饿了。约了人谈事情，不用等我，你自己吃吧。这个是合约，帮我看一下。这个合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我可以签吧？你还是发给我，帮你详细的检查一下。Hello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朋友吗？要不要介绍？嗨，我是 Wendy，以前跟文浩读保利的。你们是同学？
你是永涵吧？文浩常常提起你，说你又漂亮又能干，又很有爱心。今天我约他出来是有点事，想找他帮忙。我没有打扰你们吧？没有，我也刚要走了。谢谢你这餐，拜，浩浩。你还没吃吧？坐。你想要吃什么？我帮你order。不用了，我已经 order 了。浩浩，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同学？同学而已嘛，他只是想咨询一些法律上的事情。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有一件事我想要跟你说，是你不可以生气 ，OK？ 其实 Wendy 是我的 ex， 他想要开一间服装店，有一些法律的事情，想听听我的意见。难怪叫你叫得这么亲密。你不会介意我们见面吧？我怎么会介意呢？你爱见谁就见谁啊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你生气啊？我才没有那么小气。那他叫你浩浩，你叫他什么？看你还说你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叫他 Wendy 而已。就这样。有时候我叫他的中文名楚宁。没了。他喜欢我叫他水滴。啊，水滴。你喜欢的话，我也可以这样子叫你。我才不要当他的替补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跟 Wendy 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你跟他完全没办法比嘛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是不同的人，我不是说你比他差，你当然比他好。哎，不管你比他差还是比他好，总之我现在只喜欢你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搞不好你的手机里都是他的照片。没有啊，一张都没有。不信你看，全部都是你的照片呢。你看，你当我是小女孩啊？照片可以藏在别的地方啊。你相信我，我心里面现在只有你一个人，完全容不下其他人了。你们以前是不是有亲过嘴？如果我说没有的话，你应该也不会相信吧？那除了亲嘴，你们有没有做过别的？别的有很多啊，比如说骑脚车啊、看电影啊、游泳啊。请问这些？哎，你知道哦，这里有一间啊很出名的泡泡茶，我去买给你喝。回答我，说好。吃药了。文琪呢？在那边。安琪，发生那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你爸，他应该知道的。做了化疗，是不是很辛苦？不会，每个星期做一次，习惯了。对不起，恩琪，你出了那么大的事，爸爸一点都帮不上忙。其实我的情况也没有很糟糕啊。做了几次化疗，虽然有点累，不过我相信会慢慢变好的。有什么爸爸能帮你做的吗？
你坐在这里就够了。爸，你还记得我不喜欢看到鱼眼啊？小时候妈一把鱼端出来，你就立刻把鱼头切掉拿去吃。我都不记得我吃了多少个鱼头了，害得我现在也不大敢吃鱼了。干嘛讲到自己很为难啊？鱼头明明就是你的最爱，尤其是咖喱鱼头哦。我是被你们母女俩逼出来的。是啦是啦，最委屈是你了。起来，这鱼很新鲜，你要多吃一点哦。谢谢爸。来，你也来。好。怎么了？他现在就是这样，吃3餐吐2餐，有时候甚至一天都不吃东西。那医生怎么说？现在只能够延缓他的病情，至于能够撑多久，就要看他做完化疗后的效果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听一个朋友说，在广东有一个中医很厉害的，要不我们带恩琪去给他看一看。我不同意，他在做化疗啊，你带他去看什么中医？他现在病得那么严重，有什么方法我们也要试一试啊。你不要那么天真了好不好？朋友讲什么你就相信。以前就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，结果买了一些有问题的保健品，女儿才会吃坏肚子进医院的。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，你这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拿出来讲？如果你真的关心女儿，当初你就被出轨找小三了。我说了多少遍，我没有出轨，是你疑神疑鬼啊！你到现在还不承认，不知羞耻。对，每一次都是你对，错的都是别人。你。恩琪，爸爸过2天再过来看你。对不起。走就走，谁稀罕你来？一家人好好一起吃一顿饭，真的那么难吗？你怪我干什么？现在是你爸爸说要带你去广东去看什么中医啊？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？你不同意的话，你跟他好好讲啊！真的要把你身边的人都逼走吗？算了，很快你也看不到我了。你怀疑楠楠不是逼上亲生的？不是怀疑，是180%肯定。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婉妮亲口说过，她的血型是 O 型血，楠楠的血型是 A 型血。问题就在 B3在报告上的血型是 B 型血。B 型血跟 O 型血的父母绝对生不了 A 型血的孩子。
如果楠楠的亲生爸爸另有其人，那他就不能继承碧珊的遗产，遗产的归属权就变成是婉妮和淑媛阿姨平分了。这些我都不担心，我现在担心的，我应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淑媛？说啊，为什么不说？现在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你觉得他能承受得了吗？难道什么都不跟他说就对他公平了吗？他很疼楠楠的，楠楠是他唯一活下去的希望啊。No， 儿子的遗产才是他活下去的依靠。他儿子走了，如果连他应得的遗产都得不到，那你要他将来依靠谁？医生说啊，楠楠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，过2天就能够出院。还好这次只是虚惊一场。是吗？那很好啊。哎，不过医生还说，虽然白血病不是遗传病，但是孩子还是有可能遗传到父母有问题的基因，得白血病的几率比一般孩子高，这样我们以后要多注意。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叫婉妮带楠楠去看别的医生，检查清楚比较保险？不用了，楠楠不会得到白血病。你又不是医生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有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告诉你，但是你听了千万不要激动。碧珊并不是楠楠的亲生爸爸。是这样的，我记得碧珊的血型她是 B 型血，然后我曾经听过婉妮说过，楠楠的血型就是 A 型血，她自己的血型是 O 型血。但正常来说 ，O 型血跟 B 型血的父母绝对生不了 A 型血的孩子。楠楠长得跟小珊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不是她亲生的？但是血型就不能骗人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婉妮她知道这个事，所以她急着把房子卖掉，要马上搬走。她怕的就是她这个秘密迟早会给人家拆穿。不可能，小珊很疼他老婆的，每次他们2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最后让步的都是小珊。婉妮喜欢买什么，小珊都会买给她。婉妮怎么可能会出轨？我不相信。她有没有出轨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这个是唯一的方法，帮你拿回碧珊的遗产啊！遗产本来就应该留给楠楠，楠楠就是小珊亲生的。我知道你一时间很难接受，但事实就事实。楠楠很大可能是婉妮跟别的男人所生，跟你、跟碧珊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坚持还是觉得我错了，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调查清楚啊！不要再犹豫了，就算不是为你自己，也应该为碧珊讨回公道啊！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？打官司，永涵和我一定站在你这边。罗小姐，非常抱歉，化疗对你的病情并没有太大的治疗效果。CT 显示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大脑了。所以我的病已经到了第4期。是的。如果继续化疗呢？坦白说，继续化疗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我建议，我们改做姑息治疗。那不是等于放弃治疗吗？姑息治疗并不是放弃治疗，而是选择通过治疗和护理来减轻病人的疼痛，尽量把病人和家属的心理压力降低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很没有用。喂，你给我一笔钱吧，那我临死前那一次贵妇就不会没有用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我这辈子还算是过得不错，
我有好工作，好男友，还有好闺蜜。我不是什么好闺蜜，我什么都帮不了你。你能为我做的，就是不要为我难过。以后你想起我的时候，请你记住我最美丽的一面。其实我最大的遗憾，是这10多年来没有跟你联络。不过我们现在和好了。如果我只剩下今天，我心满意足。怎么样啊？医生怎么说？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要不要继续做化疗？嗯？哎，阿姨，这是他的药。饭煮好了，要不要吃一点？没胃口。我在网上看到美国有家医院，最近在开发实验性药物，专门是医治癌症的。我打算帮你申请过去试药。谁叫你那么多事啊？我不去。你是我女儿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难道你还指望你那个爸爸吗？够了，你可以出去吗？为了你，我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你以为我当初没有梦想了吗？要不是为了生你，我就不要那么早结婚，被一段不美满的婚姻困住。我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，所以这是你欠我的。你既然那么不开心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？当初怀上你的时候，我的确想过不要你啊。可是每当我这么一想，你就会在我肚子里面动，感觉好像在告诉我，叫我不要放弃你。我知道我什么都要管你，把你管得很严，但那也是因为我太在乎你，太想保护你。我怕我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妈妈，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你不要像我，让自己后悔。恩琪，让妈妈帮你做最后一次决定。你去美国接受治疗好吗？恩琪，我已经没有力再打这场仗了，我真的很累。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跟我爱的人一起度过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。你能不能成全我？法官大人，您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当事人儿子胡碧山先生生前的医疗报告，上面清楚注明他的血型是 B。为了验证他跟胡一男是否有血缘关系，
我方曾多次要求温婉女士提供她跟儿子胡一南的血型报告给我们，但都不被理会。所以希望法官大人能批准我的当事人杨淑媛女士跟胡一南验 DNA。我反对。丁律师的诉求严重侵犯了我的当事人的隐私，在没有充分证据之下，影射他出轨，诋毁我的当事人啊！我有数名证人能够证明温女士曾经公开过自己跟儿子的血型。如果温女士说的都是事实，那胡一南有极大的可能性不是胡碧山先生所亲生的。丁律师，你口口声声说有证人听到，我怎么知道他们的证词可不可靠啊？既然你觉得不可靠，那就验 DNA 啊！我不同意。你的当事人很明显是因为不甘心得不到遗产，所以才编造温女士出轨的谎言。让双方验 DNA 本来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直要推脱。你们凭空捏造对我当事人的指控，我们是没有必要去迎合你们的。可是，经过双方律师陈述的立场，本席更倾向认同原告方的诉求。验 DNA 的确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案。吴律师，你必须向你的当事人。对不起，法官大人，我想要撤销控诉。你们这么帮我，我却带给你们这么多的麻烦，真的对不起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案子明明对我们很有利，为什么要临阵退缩？我知道我们的赢面很大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告了。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？没有人威胁我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从我第一眼看到楠楠开始，我就打从心底喜欢上这个孩子了。他让我想起小三小的时候，那是我曾经最开心、最怀念的日子。我知道，楠楠就是老天赐给我的礼物。小山刚刚走的那段时间，我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了，一点活下去的动力都没有。是楠楠把我拯救出来，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。我告诉自己，为了楠楠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被人骗不是因为我不敢反抗，也不是因为我懦弱，而是我真的觉得楠楠是我的孙子，这样的缘分不是假的。他是不是小三亲生的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知道你们为我不值，怕我将来没有依靠，但是就算我今天赢了，拿回了所有的遗产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也不会开心的。所以我宁愿什么都不要，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楠楠。我相信这也是小三想要看到的结果。明白了，我会尊重你的意愿。谢谢你。还看什么？走吧。姐，你跟吴律师先回去吧。妈的，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？我这么对你，你不是应该恨我吗？你为什么要放过我？你是小山的老婆，楠楠的妈妈，我怎么可能恨你？不管以后你认不认我这个妈的，我只希望你能够让我继续见到楠楠，可以吗？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孙子，他是我跟别的男人生的，跟你跟碧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概在1年前，碧山出国公干，我因为空虚刷了他的卡，买了很多东西，结果那天晚上，碧山就打来质问我，我很不高兴，就跟他大吵一架。他没有时间陪我，又不让我花他的钱，我越想越觉得委屈，就自己一个人跑去酒吧发泄。
完之后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照常过生活。当我发现怀孕的时候，我一心以为那个孩子是碧珊的，直到验了血型才知道不是。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，不懂碧珊知道之后会有什么反应。而且看到你们对楠楠这么好，我真的开不了口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要隐瞒一辈子的。然后碧珊不在，我就更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。我姐就替我出主意，她叫我故意刁难你，然后把你赶走，就可以把公寓卖掉，拿那笔钱离开新加坡。我以为这样子真的可以隐瞒楠楠的身世，这样子大家都永远不会知道。我的，对不起。我知道车叔是为了我跟楠楠好，你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。妈妈，我根本就不配拥有碧珊的遗产，他的钱，他的公寓，我统统都不要，我统统都会还给你的。我也对不起碧珊，对不起。小珊她没有怪你，其实她早就原谅你了。今天检查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一切 OK，baby 很健康，放心。那就好。哦，买那么多东西，我帮你收拾。嗯。马特，啊？我的手机是不是响过啊？哦，是啊，我是想拿给你的。哎，那你去忙你的，妈来收拾东西。嗯。后来兵叔找了一张血型配对表给我看，我才想起来，我在小珊的手机看到的是一模一样。原来在当时，小珊早就知道这件事，而且她选择不公开，默默的接受，就证明她已经认定楠楠是她亲生的了。对不起。一家人没有谁对不起谁，最重要是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生活过日子，不要再提以前的事了，好吗？